经济寒冬这阵风一吹，不少企业都有点打蔫，要么裁人缩规模，要么砍预算减投入，连曾经火得发烫的科技公司业绩都肉眼可见往下掉。这时候有人就纳闷了，华为这些年一直顶着各种压力，咋还能在下行期站稳脚跟，甚至在不少领域越干越起劲儿？它到底有啥抗冻秘籍？现在老百姓花钱都精得很，不看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宣传，只认这东西是真好用。华为就吃准了这点，不搞花里胡哨的虚头，把钱全砸在产品的真本事上。拿手机来说，同样的价格，华为的信号、续航、拍照，那都是同价位里的尖子生。别的品牌可能把钱砸在豪华包装、铺天盖地的广告上，华为偏不，把这些没用的成本省下来，全投去升级芯片，优化系统流畅度，让用户花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落在用着爽上。再看笔记本，针对办公族做的多屏协同、长续航设计，解决了多少人工作中的痛点。还有智能穿戴设备、精准的健康监测功能，比很多同类产品都靠谱。不是大家不想买好东西，而是不想当冤大头。华为的产品，不管是高端款还是性价比机型，都做到了一分钱一分货，多花的钱有道理。这样的产品，就算大环境不好，大家也愿意买单。现在做生意最难的就是建立信任。你说产品好，消费者不一定信；你说企业靠谱，合作伙伴也得打个问号。而信任这东西，光靠广告砸钱根本没用，得靠实打实的真诚。华为从来不会夸大其词，产品宣传里说的功能，实际使用中都能兑现。就像 5G 技术，华为早早布局，不是靠嘴说自己厉害，而是拿出实实在在的技术专利、落地案例，让全球客户都认可。面对用户反馈的问题，华为也不敷衍。比如之前手机系统的一些小 bug， 官方很快就推出更新修复，消费者吐槽的某些设计短板，下一款产品就会针对性改进。还有华为的高管从来不是躲在幕后，而是经常直面公众聊技术进展，说企业困境不藏着掖着。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坦诚的企业，自然愿意相信他的产品，相信他的未来。这种信任不是一天两天建立的，而是靠无数次真诚互动积累来的。一旦建立起来，就比任何广告都管用。对经销商和卖货的渠道商，华为给的分成一点不抠门，还主动帮他们做培训，搭营销的架子，帮着降运营成本。不像有些企业光想着把货硬塞给渠道商，根本不管人家卖不卖得出去。华为会盯着市场变化调规矩，保证渠道商能赚到钱，有奔头干下去。就连跟同行打交道，华为也不是见人就卷。像 5G 标准咋定，技术专利咋共享这些事儿，华为愿意拉着全球企业一起干，把整个行业的蛋糕做大。毕竟华为心里门清，行业整体好了，单个企业才能走得远，大家一起赚钱，一起往上走，这种绑在一条船上的关系才稳。企业遇上冷日子时，才能凑齐更多人一起扛。现在不少企业就爱追风口，啥火就扑上去捞快钱，可风口一停，立马就蔫了。华为偏不这么干，他认准一个领域就死磕到底，不着急马上看到好处。拿芯片这事儿说，华为砸了10几年时间，上千亿的钱，哪怕刚开始连个响儿都没有，也没打退堂鼓。现在虽然芯片供应有点卡脖子，但正因为之前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，才能赶紧掏出自己的鸿蒙系统，把手机业务的基本盘给守住了。再看通信技术这块，从 2G、3G 那时候起，华为就开始铺路，一点点攒技术专利。等到 4G、5G 时代，终于成了全球数得着的头部玩家。这种慢功夫靠的不是一时脑热，是咬死目标不松口，再加上年年往里面砸钱的狠劲儿。华为从不爱搞一锤子买卖，更在乎企业能不能走得远，立得稳。单说研发这事儿，他每年都得把营收的 10% 以上投进去，哪怕经济行情冷下来，手里的钱没那么宽裕，研发的预算也半分没减过。他心里门清，技术这东西最欺软怕硬，今天你松了劲儿，明天就得被别人甩在后面。只有一直往研发里砸真金白银，攒真本事，才能把技术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，等市场缓过劲儿来，才能比别人先一步抢到机会。其实华为能在经济下行期扛住压力，核心就是这4点：产品上做硬核，让用户觉得值；信任上靠真诚，让大家放心；合作上求共赢，凝聚更多力量；发展上守长期，积累核心实力。这不是华为的独家秘诀，而是所有能穿越周期的企业的共同逻辑。不管是科技行业、
制造业还是服务业，道理都是相通的。少点投机取巧，多点实打实的付出；少点零和博弈，多点共赢思维；少点短期浮躁，多点长期坚守。这样的企业，就算遇到再大的风浪，也能稳稳的走下去。